同志们，天穹7号的圆满成功，是我们研究公司历史性的突破。但我更欣慰的是，我们涌现出了像陈雪这样优秀的年轻骨干，他是天穹7号最年轻的核心设计师。谢谢赵所长的肯定，谢谢大家。 500块，峰哥，他们是不是少打2个0啊？太欺负人了吧！核心控制系统姿态算法全是你没日没夜敲出来的，那10几套故障预案也是你做的。陈雪才入职3个月，连图纸都看不明白，凭什么他拿20万当核心设计师？为了天穹7号的项目进度，我每天加班到凌晨。除夕的晚上，整个研究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排查系统漏洞。昨天找他反映问题，让我摆正位置。 今天发500块奖金，让我无私奉献。陈雪看不懂图纸，却是核心设计师，她压根儿不在乎技术会不会出事，只关乎谁听话，谁有背景。我知道有些基层同志可能对奖金分配有想法，但是我们搞航天的讲究的就是无私奉献，不要总是把眼睛盯在钱上。就是啊，现在的核心项目靠的是强大的平台资源和我们这些高学历人才的统筹规划。至于有些基层的技术员， 每天也就是敲敲代码，做点体力活，别太把自己当回事。赵所长，陈大设计师说的太对了。林峰，你干什么？注意会场纪律！既然干体力活的技术支持不配拿核心奖金，那接下来2阶段的核心会网工作，也不用我这种基层技术师负责了吧？林峰，你这是在公众场合闹情绪吗？ 航天公司不是离了谁就不转的，你不干，后面排着队的人等着干。现在的项目讲究的是集体大协作，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不要觉得你做了点基础的技术支持，就能在这里倚老卖老，甚至开口要挟组织。林工，现在时代变了，航天2阶段需要的是年轻化、国际化的思维模式。我在国外名校学的是最顶尖的系统架构逻辑。 讲究的是思维的高度，而不是你们这种经验主义。连最基本的姿态控制智者逻辑都跑不通的人，也配跟我谈思维？既然你们觉得高学历和名门身份能让火箭飞上天，那我就彻底把这个摊子留给你们。这是我的辞职报告，我不干了。赵总，这可开不得玩笑啊！天穹7号的发射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是林峰一手设计的核心算法，没有他坐镇，这不是自断生路吗？准了，他想走就让他走。星河航天公司最不缺的就是人，星河没你林峰，还就不转了。陈雪，别以为大家都是傻子，都不知道你是赵立国的亲侄女，你就是个没水平的臭关系户。现在老子不干了，我倒要看看离了我。 你那高大上的国际化思维能不能把火箭送进轨道？大家把手里的活先停一停。林峰因为个人原因离职了，从现在开始，发射前的所有工作由陈雪组长全面接手。 半小时内把所有的进度表和未完成的参数报告全部送到我办公室。我要的是更职业、更高效的反馈。这是什么逻辑？书本上的故障预案里根本没提过这种反常规的写法。他到底在防范什么？陈组长，发动机的燃料泵预压数值超出了参考范围。 按照林工留下的手册，这属于黄色警戒。能不能放行会网？这种基础问题，你们自己没核对过吗？核对过了，但林工之前说过，如果是高空低温环境，这个日值有翻动空间，我们现在定不准。别张口闭口就是林峰，你们自己核对，别什么事儿都来问我。陈组长，备用链路的切换逻辑在模拟运行中出现了跳变，现在系统报错了。 该死，这些底层代码的命名全是用缩写，
除了林峰，谁知道这些变量对应什么？报错就去找原因，找我有什么用？我负责的是整体统筹。你们要是连这点小故障都解决不了，研究公司养你们干什么吃的？赵所，陈雪，他根本拍不了板，发射前的每一个节点都压着责任，谁拍板谁担。过去全靠林峰在那儿盯着，现在的技术组已经乱套了，这要是强行推进，出了事儿谁担得起？老周，你是老同志了，怎么也跟这帮年轻人一样长他人志气？陈雪是名校出来的，理论功底扎实，他只是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可咱们没时间了，够了！辞职誓是我批的，要是现在把林峰找回来，我的脸往哪儿放？无论如何，明天的灌网测试必须按时开始，这是命令。陈组长，推力器压力迟迟上不去。以前林工在这个节点都会手动调整阀门开度，现在我们怎么操作？这点小事也要问我？可是这关系到入轨精度，我们不敢擅自做主。行了，你们自己先看着办。这些烦人的安全复核流程，不仅拖慢进度，还全是我看不懂的代码。反正核心硬件没问题，删掉几个步骤，进度表还能好看点儿。陈雪，你干了什么？你把林峰设定的风险预警和安全复核程序全给删了。周公，请叫我陈组长。那些流程看起来多余又繁琐，严重拖慢了整体联调的进度。胡闹！那是林峰熬了3个通宵算出来的数据，没有那些复核，一点微小的偏差都会酿成灾难。所有人立刻暂停！必须先把林峰留下的风险项重新复核一遍。谁敢暂停？老周，你想造反吗？陈雪擅自删除了核心复核流程，现在系统就是个定时炸弹，绝对不能往下推了。我只看进度表，天穹7号的发射进度直接关系到我们研究公司明年的预算审批，也关系到我个人的，关系到整个院里对我们班子的考核。可是这出了问题是要机毁人亡的。谁要是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影响大局，立马给我走人！陈雪，按照你的节奏，继续推进。好的，赵所。有我叔叔兜底，我看谁还敢拿林峰那套破规矩来压我。林峰，陈雪把你的安全复核全删了。赵所还要强行推进联调，研究公司要出大事了。连核心冗余测试都敢删，陈雪，你真是不知死活。天穹7号的底层架构是我一行行敲出来的，那几道防火墙是我按最坏情况算的。陈雪要是敢删，2阶段并亡，我不敢想。赵立国，你不是要升职吗？很快你就会看到无知和傲慢的代价是什么。王总，您放心，进度绝对没问题。合作方那边已经在催问核心数据了，你们进度到底卡在哪儿了？要怪就怪林峰，他在发射前夕突然闹情绪离职，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项目交接断层。他这是把个人情绪凌驾于项目之上。赵所说的太对了，这绝对是林峰故意的。我仔细检查过他留下的交接资料。重要参数全被他刻意隐藏。陈组长，林工留下的底层逻辑一直都是那一套，以前他带我们过一遍就能跑通。你还有脸说？你们在研究院里待了那么久，拿着工资，平时一个个自诩是经验丰富的老资格，怎么现在连这点底层漏洞都处理不了？辞职后的生活真是久违的舒坦，没有了所谓的奉献精神绑架。空气都清新了不少。喂，老周，今天没加班啊？峰啊，你走之后，咱们组彻底乱套了。那个新来的陈雪根本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草包，他连最基础的容错机制都看不懂，不仅瞎指挥，还把进度停滞的责任全推给你和咱们基层。现在赵所逼着强行并网，没了你在那镇场子，
那些被删掉的复核流程一旦发作，整个项目组肯定要出大问题啊！老周，你急什么？天塌下来有个子儿高的顶着。赵立国既然为了面子非要强行推进，陈雪既然觉得删掉安全复核也能上天，那就让他们亲自尝尝无知带来的反噬。物理规律不会给任何人面子，他们敢删复核，就别指望到时候有人救场。只要项目书上的统筹人和核心设计师不是我，最后出了事儿，白纸黑字，第一责任人就是他赵立国和陈雪。你告诉咱们底下的兄弟，谁也别出头去瞎指挥，保护好自己手头的操作日志和数据记录，免得他们到时候出事了甩锅给你们。至于天穹7号现在的烂摊子，咱们泡壶好茶，安安静静的等着看烟花就行。陈总工，作为天穹7号最年轻的核心设计师，明天的发射您有信心吗？当然，我们的团队非常专业，目前所有指标都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状态，一切准备就绪。只要明天点火成功，我就会成为航天界最年轻的明星工程师。所有的鲜花、荣誉和媒体的头版头条都将属于我。只要这次发射圆满成功，顺利交差，院里那个空缺的局长位置就彻底是非我莫属了。陈组长，主推力器反馈液压异常，备用燃料泵的温度上升太快了，现在怎么办？必须马上介入干预。喊什么？我没见过世面吗？按调警报，继续推进倒计时流程。这根本不是误报，陈雪，你仔细看看这上面的数据。如果明天强行发射，火箭会引发全链条过载解体，一定会出大问题。老周，我看你是一把年纪活糊涂了。发射在即，你在这里妖言惑众，扰乱军心，你到底安的什么心？赵所，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炸呀！闭嘴！天穹7号必须按时点火，这是不可违抗的任务。谁在提风险唱反调，就是跟组织对着干，后果自负。你们这些基层技术员守着那点经验不放，就是因为胆子太小，畏首畏尾。做国家级大项目，靠的是顶层设计的魄力和决断。疯了，他们真的疯了。林峰，你猜的一点都没错，赵立国和陈雪，这就是两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各位领导放心，这次天穹7号的发射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航天公司无与伦比的技术实力。只要倒计时结束，这颗火箭就会把我的名字永远刻在航天史的丰碑上。只要发射成功，林峰那种人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姿态修正延迟的阈值已经被彻底打破，只要进入2阶段分离，撕扯力会瞬间切断所有数据流。赵立国、陈雪，好好欣赏你们亲手点燃的这朵昂贵的烟花吧。3、2、1，点火！报告，进入关键分离阶段，姿态修正模块出现严重延迟，控制系统无响应，火箭正在偏离预定轨道通道。不可能，怎么会偏离通道？立刻启动备用修正逻辑，快啊！备用逻辑昨天被你当做荣誉项给强行删除了，现在根本切不过去。解体警告，全链道过载。这不可能，理论上绝对不该这样。关掉直播，所有外部信号立刻切断，谁也不许乱说一个字儿。赵总，后台数据还在上传，审查端已经介入了。陈雪，稳住，记住，最大问题是林峰突然离职，交接断了。对，他走得太急，我接手时很多底层逻辑没人讲清楚。主控大厅封存，手机、电脑、操作台全部保留原样。现在开始，谁删数据，谁担刑责。组长，我们也痛心，但责任线索明确。林峰临阵离职，导致交接断层。断没断？不听你说。看系统，已调出离职交接文件，风险预案，全线变更记录。资料有归档，不代表关键参数交清楚了。林峰有情绪，
他可能留一手。他没有留一手。离职当天，所有手册都传进系统，我们核对过。操作人陈雪，删除内容，安全复核流程，备用修正逻辑。我只是简化流程，我以为那几项拖慢进度。你以为？陈雪，回答清楚，谁给你的权限删除安全复核？陈雪，删除记录是你的账号、你的权限、你的时间窗。你现在解释。那些复核流程影响进度，我判断硬件指标正常，才做了优化。优化到备用逻辑也删，黄色警戒也绕过去。赵所当时也要求进度必须上去，我只是按照整体安排推进。组长，陈雪年轻，经验不足，关键问题是林峰离职造成团队失控。赵所长，我问事故原因，别拿年轻干部当问题。星河不能把责任压在一个年轻人身上，那就把所有责任链一起查。这是林峰留下的风险预案，这是黄色警戒记录，这是我3次申请暂停联调的单子。老周，你想清楚再说，现在轮不到你发泄情绪。我发泄。天穹7号起飞前，我劝你停下。陈雪删流程我也拦过，可你说谁影响进度谁走人？你这是把责任往领导身上推。责任本来就在签字的人身上。林峰交接完整，风险提醒完整，暂停申请也完整，被绕开的是你们自己的安全线。赵立国、陈雪，接受进一步调查，所有权限即刻冻结。赵立国，天穹7号失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星河航天公司的信用也被你们砸穿了。领导，我们愿意承担管理责任，也会尽快恢复项目秩序。管理责任报告写得清清楚楚，林峰交接完整，老周提醒完整，陈雪删除复核，所里强行推进，你还想用管理责任4个字糊弄过去？领导，我当时只是想把进度追回来，我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航天项目靠没想到发射，你坐在核心设计师的位置上，就要承担核心责任。从证据看，事故责任链已经很清楚。领导，请再给星河一次机会，玄鸟计划马上进入关键验证，我可以把损失补回来。你现在还有什么底气谈补回来？星河有平台，有设备，有团队，只要玄鸟计划成功，外界对星河的信心还能稳住。玄鸟计划是你最后的机会，成功你们还有补救空间，再失败，你和陈雪承担全部责任，谁也保不了。叔叔，我们真的还能做成吗？靠现在这帮人撑不住，必须把林峰弄回来。林工你好，我是远星航天的周远山，今天专程来拜访。远星，刚拿到商业发射资质的小航天公司。对，小，但还想活得久一点，飞得稳一点。天穹7号刚炸，行业里现在来找我的人不少。周总想听故事还是想谈事儿？谈事儿。远星想请你做技术总负责人，进来吧。话说在前面，找我站台的合同我不接。我来之前就知道你要的不会只是价码。周总出手不小，远星现在现金流这么宽裕，不宽裕，但我知道核心技术负责人值多少钱。天穹7号那场事故也让大家看清了谁在托底。我问的直接一点，你是想拿我当招牌给客户吃定心丸，还是愿意真让我管技术流程？我缺的就是能把流程立起来的人。远星小，底子薄，再靠拍脑袋往前冲，早晚被市场淘汰。我在星河吃过亏，技术被行政压着走，最后火箭炸了，锅还想扣到我头上，所以我来找你，不会让你重演旧戏。我加入可以，但从我进远星那天起，所有技术流程必须听我。第一，技术线不能被行政命令越过，项目暂停、复核、放行，只按数据说话，可以。第二，所有测试流程按标准走，谁删复核，谁跳签字，谁绕过风险项，直接退出项目，可以。第三，供应链、流程、签字责任全部透明，谁签字谁承担后果，不能让基层背领导的锅。远星如果连这些都不敢答应，就没资格请你来。你答应的这么快，不怕我把原来的团队管得喘不过气？我怕没人管，技术场上一次侥幸就能把整个公司送走。从今天起，林峰担任远星技术总负责人，技术线由他统一指挥。周总，
我们之前的项目流程已经跑了很久，突然换总负责人会不会影响进度？进度不怕慢，怕糊涂。现在屏幕上有3套阈值同时存在，你们还在往下跑。第一件事，所有流程表、权限表、异常单，半小时内放到会议室。今天不解决责任链，谁也别谈发射。林总，我们承认流程有点乱，但设备和人手都有限，大家一直是靠经验往前顶。经验可以救急，不能替代标准。你们的问题不在努力，在每个组都按自己的理解干。推进组用 A 版压力阈值，控制组用 B 版姿态响应，供应组验收单又是 C 版批次，3套标准互相打架，测试当然卡顶。所以之前报错不全是控制模块的问题，模块只是替流程背的锅。这些问题以前为什么没人会做？每次只看自己那一段，没人敢拍板统一。林总，您刚来就推翻旧流程，万一拖慢客户节点，责任谁担？看这里，压力阈值和姿态修正延迟冲突，这里测试样本和验收批次对不上，这里签字人没有放行权限。你担心进度，我理解，但带着这些洞往前冲，客户节点没保住，项目也会跟着炸。那我们今晚怎么改？各组长重新提交统一流程表，每个参数写来源，每个签字写责任人，错了可以改，糊涂着推进不行。按林总说的做，今晚我陪你们一起等结果。林总，这个节点卡了半个月，以前每次报错，大家都以为是控制模块不稳定。今晚按新流程跑，推进组先报压力曲线，控制组直接复核后的参数，谁也别抢步。压力曲线进入窗口，当前数值稳定。姿态响应延迟12毫秒，低于旧警备线。停，哪里不对？旧警戒线，谁把旧版参数给控制组用了？我们一直按这份表跑，没人通知替换。问题在这儿，推进组已经更新阈值，控制组还在用旧表，两边一接上就互相报警。所以技术没卡死，问题卡在标准没统一。技术也要靠流程拖住，靠猜跑项目，再好的工程师也会被拖死。推进组重报，控制组复核，年轻工程师盯备用链路，每一步报数，每一步签字。压力曲线稳定，姿态响应正常，备用链路待命，无跳变。联调流程通过。林总，这一晚值了。别急着高兴，把过程日志备份，明天按同样流程复测。设计、复核、签字、最终确认4条线分开，以后任何一项缺人，流程自动暂停。林总，这样管得太细了。以前大家互相帮忙，虽然乱一点，但还能往前走。乱着往前走，走到关键节点就会把人推上火线。天穹7号怎么炸的，你们都看见了。如果领导催进度呢？远星以后不拿行政命令压技术流程，谁催进度，谁先看风险单。记住，流程别做成给领导看的表格，他要保护项目，也保护你们自己。林总，第3轮复测通过，异常单全部关完，签字链也核完了。备份原始数据，生成阶段报告，风险项不要删，按等级列出来。周总，客户那边要看我们阶段数据，他们说星河出事后，所有合作方都在重新评估供应商。林总，发不发？发。好数据不怕看，风险也不怕问。如果客户真来考察，远星就有机会了。机会靠一项一项复核证出来。天穹7号的失败已经过去，玄鸟计划是星河翻身的关键，所有人必须把状态拿出来。陈雪，核心统筹仍然由你来抓，你要把新流程立起来，不能被过去的事故吓住。我会尽力，但技术组必须无条件配合。任何人再拿林峰的旧规矩压进度，我不会客气。陈组长，旧规矩救过很多次风险，现在讲执行，别翻旧账。老周，你是老同志，玄鸟计划你要带头稳住队伍，别让下面的人再议论天穹7号。议论压不住风险。赵所，玄鸟要做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技术复核。你又来了，现在最需要的是信心，别一天到晚泼冷水。天穹7号炸在所有人眼前，这和赌气没关系。你让我稳队伍可以，让我替错误兜底不可能。少了林峰，星河还得往前走。往前走可以，闭着眼往前冲不行。问题是，我们手里没有第2个林峰了。推进组压力曲线正常，等待控制组复核。控制组同步修正，供应组确认阀门批次，10分钟后重跑小闭环，异常单不要关。明白。赵所长，来之前应该打个招呼，我好安排接待。远星现在倒是热闹，林峰刚来几天就把自己摆到主控台前了。赵所，
找我有事就说。远星这边还在测试。林峰，星河现在遇到点困难，玄鸟计划关系重大，所以希望你回去一趟。回去一趟，以什么身份？你以前就是星河的人，没必要把关系分得这么生。之前的事儿，所里可以研究补偿。赵所，你以前说星河最不缺人，现在到远星来找我，说明玄鸟计划的摊子已经没人敢接了。你别把话说这么满，星河给你机会是看在你过去有贡献。赵所长，先说明一点，林峰现在是远星技术总负责人，轮不到你随叫随到。所里这次是真心希望你回去，玄鸟计划只要你撑过去，后面待遇都可以谈。赵所长，你说的撑过去听着很熟，天穹7号出事前，老周也被你这么逼过。你别总拿过去堵我，星河培养了你这么多年，现在组织遇到困难，你不能袖手旁观。组织给我500块奖金时，也说是在培养我。陈雪拿着高奖金和核心设计师名头上台时，也说是组织安排。过去分配上可能有偏差，我承认。只要你回来，工资给你加2000。赵所，我现在500万年薪加技术入股，你让我回去拿加2000的工资，继续替你们擦屁股。航天事业不能只谈钱，你现在这样开价，外面人会怎么看你？我拿500块的时候，你说我盯着钱；我拿500万的时候，你又说我只谈钱。赵所长，话都让你说完了。星河是大平台，远星给再多也只是小所，你别被眼前数字迷了眼。赵所长，远星小，但我们不让核心工程师拿500块奖金。你要谈合作就拿出合作的样子，你要施舍机会，这扇门在你身后。林峰，玄鸟计划关系到星河的名声，也关系到很多基层员工的饭碗。你在星河干了这么多年，总不能看着他倒下。赵所长，别把基层员工挡在你前面。天穹7号出事前，真正替基层说话的人是老周，压他闭嘴的人是你。我当时也是为了大局。发射节点卡得那么死，谁站在那个位置上都会有压力。压力不能替你抢功，也不能替陈雪删流程。你有怨气，我理解。项目成败不是你林峰一个人的情绪能左右的。项目需要我时，你们说我是团队一员；分钱分功劳时，你们说我只是执行人员。现在项目要命，又想让我讲大局。过去的事可以以后再说，你先把玄鸟计划救回来，所里会给你一个说法。我已经听过太多以后，奖金以后倾斜，荣誉以后补偿，责任以后再查，每一次以后，最后都变成基层自己扛。老周提醒风险时，你让他闭嘴；陈雪删复核时，你给他撑腰；天穹7号炸了，你第一反应还是把锅推给我。林峰，话别说绝，星河毕竟是你起步的地方，所以我更清楚他怎么烂到今天。玄鸟计划缺的不止我一个人，问题在你从来不尊重技术。回星河不可能，玄鸟计划我可以作为外部技术顾问帮一次。你说条件，只要合理，所里可以研究。第一，500万出手费，签外部顾问合同，预付款到账后我进场。500万？你这是趁火抬价！你去挖海龟团队也要花钱，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价格只会更高。第二，陈雪退出玄鸟计划，所有核心权限冻结，他不懂技术还敢删复核，留在项目里就是风险。陈雪是所里任命的青年骨干，直接撤掉会影响稳定。项目稳定，先从把不合格的人挪开开始。还有呢，你一次说完。第三，你在星河全体员工面前公开道歉，承认当初用人不公，承认强行推进天穹7号，承认把风险压给基层。林峰，你这是要我当众下不来台？你当众让陈雪领20万时，想过我下不来台吗？你当众骂老周扰乱军心时，想过他下不来台吗？星河离了你照样能干，你别以为自己有多重要。那就祝赵所长成功。赵所长，请吧。远星的测试快开始了，你会为今天的傲慢付代价。天穹7号点火前，你也这么自信？林峰提出的条件大家都听说了，500万，撤陈雪，还要我公开道歉，他这是想骑到星河头上。他就是趁火打劫。以前在星河，
他也没见得多了不起，只是大家习惯找他。如果只是习惯，天穹7号不会炸成那样。老周，你少在这儿长他人志气。从今天起，玄鸟计划要换新打法，换新团队，旧技术组负责配合，新团队负责主导。我们团队具备海外项目经验，擅长架构升级、效率优化和国际化管理。这才是玄鸟计划需要的新视野。星河不能被旧经验绑死。有新团队加入，玄鸟一定会比过去更高效。你们做过市实际发射场联调吗？碰到备用链路延迟，现场怎么判？周工，现代项目讲的是模型和架构，不能守着老经验反复吓自己。模型不能替你按下紧急暂停键。够了，玄鸟计划按新团队方案推进。赵所，新团队薪资和外部顾问费用加起来，玄鸟项目预算已经顶不住了。外部顾问删掉。林峰那边不用再谈。新团队刚进来，也需要待遇稳定，不然人心会散。那只能压原技术嘴成本，加班补贴、阶段奖金、餐补都要动。现在先保玄鸟计划，别让老员工拿过去那套待遇要挟组织。基层配合项目本来就该有奉献精神。天穹7号炸了，挨骂的是我们；玄鸟计划开了，降薪的还是我们。新团队拿高薪，说几句英文概念就能进核心，我们干活加班签字，最后连补贴都没了。现在项目困难，大家别只盯着个人待遇。星河要是倒了，你们还有什么平台？陈组长，您当初那20万奖金退回项目了吗？你这是什么态度？他态度不好，问题却没问错，都把自己的工时、操作日志、签字记录留好，到时候别让别人拿你们填坑。我们会通过架构升级、效率重构、国际标准化路径，提高玄鸟计划整体交付能力。讲得很好，过去星河就是被旧思维拖住，才会显得笨重。玄鸟计划需要的是顶层设计，不能天天盯着底层变量吓自己。顶层设计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关键分离阶段备用修正逻辑现在谁负责？这属于旧系统遗留模块，需要旧技术组先提供完整接口说明。刚才还说主导，现在一问实操就成遗留问题了。老周，别挑刺，新团队需要适应时间。备用链道响应延迟，是否暂停？这个界面太不规范，变量命名也不符合国际习惯。现在问你怎么处理，别评价界面好不好看。你们新团队刚才说能接住，现在到底能不能给方案？陈组长，底层文档缺口太多，旧技术组必须先把林峰留下的东西整理出来。林工在的时候，这套系统跑得很稳。别张口闭口林峰，他已经走了。人走了，问题还在，你们总不能等火箭学会自己修复。赵所，旧供应商贵，但关键阀门组件经过多轮高频低温验证，新供应商只有常规工况数据。如果不换，预算缺口补不上，新团队薪资已经占了很大一块。参数表上新组件也达标，没必要把航天项目做成烧钱比赛。纸面达标和发射场稳定是两回事儿。这个组件卡在关键阶段，风险很大。星河现在没钱让你们挑来挑去，都是阀门，能用就行。要不先做一轮完整验证？时间来不及，签。赵所，这家阀门组件不能换，它没有玄鸟计划所需的高频低温工况记录。你又从哪里听来的风声？这是公开测试数据。关键阶段一旦波动，备用修正逻辑会跟着延迟，后果你承担得起吗？周工，你每次都把风险说得吓人，项目要推进，不能被一个零件拖死。天穹7号出事前，你也说安全负荷拖进度。够了，名单不变，采购照走，谁再拿零件吓唬人，谁就离开玄鸟计划。阀门反馈波动，压力曲线不稳。新团队流程和旧系统接口对不上，备用逻辑还没完整验证。如果继续推进，后面异常会叠在一起。你们给方案啊！
赵所把玄鸟交给新团队是让你们拿方案，别站在这里看屏幕报警。陈组长，这些都属于旧系统兼容问题，旧技术组应该先把底层文档补齐。你们来之前说要主导，现在出了问题又让我们补，请注意合作态度。我们注意态度，火箭就不报警了吗？为什么还卡在78%？客户那边明天就要阶段报告。有几个异常需要确认，新团队和旧技术组还在对接。报告先标记已处理，细节后面补。没处理完，不能签已处理。这些黄色提示叠在一起，就是红色风险。老周，你每次都在关键节点跳出来拦路，我拦事故，不拦项目。哼，我只看进度。陈雪，改状态。从这一刻起，玄鸟已经从技术问题变成管理问题。赵所，我最后正式提醒一次，玄鸟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经不在某个零件，也不在某段代码，那在什么？在管理层不尊重技术，新团队不熟现场，廉价零件没验证，异常被强行改成已处理，你还要继续往前推？你也想学林峰，拿项目来要挟组织？林峰走之前，把该交的都交了，你现在还拿他当借口，只会把星河拖进第二个坑。你要是不想干，有的是人替你干。希望你到时候还找得到人签字。周公，赵所怎么说？他听不进去。我们真的还要继续签那些报告吗？异常明明没关，状态却改成已处理。远星那边还收人吗？我们不想再给这种项目背锅。先别冲动，保存好自己的工时、会议纪要、操作日志、签字记录，每一份都留备份。您觉得玄鸟会出事？我希望他别出事，但如果他真出事，至少别让你们替别人挡雷。我原本只是礼貌性看看，坦白说，远星的规模比我想象中小。规模小，但流程不能小。具体数据，林总向您说明。这是3轮复检结果，这是已关闭异常，这是还在观察的风险点。风险点没有删，全部按等级留在报告里。很多单位来汇报，只讲亮点，很少把风险摆出来。航天项目只报喜，迟早出事。风险不摆到桌上，最后就会摆到事故报告里。你们每个异常都有责任人、复核人、放行人。对，林总要求每一步都能追到人，不能用团队原因糊过去。这个阀门变动为什么主动标红？数值看起来还没超线。它没超线，但趋势不干净，提前观察比发射时抢救便宜。远星虽然小，但技术管理比很多老牌单位稳。后续如果有商业发射大订单，你们敢不敢接？敢接，但不乱接，给我们同台验证的机会，数据达标，我们再谈订单。好，那就给远星一次入场资格。后续商业发射订单，我们可以给远星一次入场资格。您的意思是远星可以参与验证？同台验证，星河也会参加。谁的数据更稳定，谁拿后续订单。和星河同台，他们虽然出了事故，但底子还在。所以我只给机会，不给承诺。远星想拿订单，就用数据把顾虑打掉。林总，你怎么看？接，机会来了，就按最严标准准备。我提醒一句，星河如果反扑，压力会很大。发射场不认名气，只认数据。我们真的要和星河抢订单？以前他们可是行业老大。林总，大家不怕干活，怕输在底子上。怕可以，乱不行。从现在开始，所有准备工作按同台验证标准推进，发现问题立刻停。
谁为了进度压风险，直接离开项目？公司资源全部向验证倾斜，我只负责保障，不干预技术。星河强在平台，远星要强在秩序，把每一项数据做扎实，发射那天别人自然会看见。明白。今晚开始重排清单。客户正式通知，远星也要参加同一批订单验证。远星，他们凭什么和星河同台？靠林峰一个人就想翻天？小机构通常缺体系，靠个人经验撑场面，到了大项目压力下，很容易露出短板。说得对，林峰离开星河平台，手里还能有什么？远星那点设备撑不起大订单。远星现在至少按流程走。老周，你现在是越来越喜欢替外人说话。我替数据说话。星河必须参加同日发射验证，我们要让客户知道，老牌航天公司轮不到一个小公司碰瓷。赵所，我们这边还有风险项没关掉，尤其是阀门变动和备用逻辑延迟。每次一到关键节点，你就拿风险吓人。远星都赶上，星河凭什么退？远星赶上是因为他们把风险写清楚了。这些问题都在可控范围，旧技术组不必放大恐慌。听见没有？专业团队都说可控，这次必须赢远星。谁再拖后腿，就别留在玄鸟计划。本次关键发射验证，远星航天与星河航天将在同一天进行，谁的数据更稳定，谁获得后续商业发射订单。星河有多年积累，也经历过大型项目考验，我们欢迎竞争，但结果不会靠运气。远星也不靠运气，我们只按数据和流程说话。林峰，离开星河平台后，你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了。希望发射那天，你别让远星失望。我只担心星河又让客户失望。规则写清楚，验证失败的一方订单资格取消。若星河再次失败，将同步启动违约评估和后续审查。赵所长，有问题可以现在提出，星河不会失败。远星接受规则。补充一点，验证当天所有原始日记同步封存，避免事后扯皮。可以，写进补充条款。你这是不信任星河？我只信日志。推进组第一项，燃料泵预压合核通过，签字完成。控制组第二项，姿态修正延迟复切通过，备用链路3次切换演练通过。林总，阀门温空有一次轻微抖动，我建议停下来复看。停，复看。提前耽误10分钟。比发射时丢掉整个项目强。进度呢？远星那边都已经进入最后复辙了。报告还差2个签字，旧技术组一直在纠结风险单。这些属于可控波动，不影响整体发射验证。可备用链路没有完整验证，签字人也不清楚。现在要解决问题，别互相甩锅，先把报告补查。远星遇到小波动会暂停，星河遇到大风险却在赶报告。差距已经摆在屏幕上。周公，你现在句句替远星说话。我说的是发射场规矩，可惜这里已经没人愿意听了。林总，我发现备用链路第2次切换时有0.3秒响应走动，数值不大，但我担心放到发射环境里会被放大。现在提出来会不会影响明天节点？如果因为我拖了进度，我可以承担责任。提得好。提前暴露问题，是在保护项目，也是在保护同事。怕影响进度就捂着，最后影响的会是所有人的命运。林总，那明天还能按时发射吗？能不能发射，由复核结果决定，不由面子决定。发射当天，远星只听林总技术指挥，任何行政命令、客户压力、媒体时间表都不能越过技术线。现在分组，推进组复算温控，控制组复跑切换，供应组和批次。关掉这个抖动，我们再进入最终倒计时。明白。这份复盘报告可以，
客户要看到星河的信心，不能看到我们自己先乱。客户也会看数据，报告写得再漂亮，阀门波动、备用延迟、责任不清还在。周工，这些只是可控波动，按照国际项目管理经验，不需要在会前放大。可控要有依据，现在依据在哪儿？你们基层不要总用细节拖大局。明天发射验证，任何负面声音都会影响士气。士气不能替代备用逻辑。第一，廉价阀门组件数据不稳定；第二，备用逻辑没有完整验证；第三，发射放行责任人不清。3项不关，谁签字谁负责。老周，你这是在发射前制造恐慌，我是在给星河留最后一条活路。周公，你总把话说得这么严重。天穹7号的事已经过去了，玄鸟不能一直背着阴影往前走。阴影来自事故，也来自你们一直不看数据。复盘结论不变，继续推进。明天谁再提暂停，按临阵扰乱处理。那我也把话放这儿，出了事儿别再说没人提醒。赵所，我最后一次劝你暂停验证，最多丢脸，强行上，星河可能连退路都没了。你又想吓我？明天客户、媒体、投资方都看着你，让我现在暂停，星河的脸往哪儿放？脸可以以后挣回来，事故挣不回来。阀门波动和备用延迟同时出现，这是天穹7号前最危险的组合。别再提天穹7号，你到底是星河的人还是林峰的人？我是做技术的人，数据摆在这儿，谁都绕不过去。我看你已经被林峰带偏了。陈雪，停掉老周的发射核心权限。赵所，明天就发射了，现在停周公权限会不会影响现场？影响现场的是他，执行。赵立国，你把最后一道闸也拔了，少给自己脸上贴金。没有你，玄鸟照样飞。请周公离开发射核心岗位。我会离开，但我的报告会留下。你拦得住我，拦不住日志。赵所，周公被撤，我不在风险报告上签字。我也不签，备用逻辑没验完，签了就是把自己往坑里推。我们可以加班，可以抢修，但不能签假通过。一个个都想临阵脱逃。星河养你们这么多年，关键时刻就这样回报组织？他们回报的是技术底线。少了几个老员工，玄鸟计划照样推进。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多重要。走了就别回来。星河不缺你们这几个唱反调的人。希望明天发射场也不缺你们真正需要的人。周公，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先把证据备份，再决定去处。喂，周公，出来了。出来了。星河最后一点技术良心也被赵立国赶出来了。那就别回头，远星这边还缺真正懂技术的人。推进组最终状态：推进系统复核通过，燃料泵预压稳定。控制组姿态修正模块通过，备用链路3次切换演练通过。供应组阀门批次确认，温控抖动已关闭，复核人签字完成。林总，是否进入点火流程？进入点火流程，日志同步封存，任何人不得断链。当前数据基本正常，可以进入倒计时。阀门组件还有轻微变动，备用链路响应也没有复跑确认。轻微变动就不要拿出来吓人。今天客户看的是结果，别拿胆小当理由。按计划推进，别让远星抢了风头。发射倒计时准备开始。这一次，星河必须赢。10、9、8、3、2、1，点火！推力稳定，姿态修正正常，进入关键分离阶段。林总，分离窗口到了，盯住备用链路，任何抖动立刻报。备用链路稳定，轨迹保持绿色。关键分离通过。入轨信号返回。入轨成功。林总，远星做到了。是团队按流程做到了，先别乱，备份全程日志。远星数据超过订单要求，周总，后续合同可以进入正式谈判。林总，我们赢了！先把报告整理出来，真正的赢是让每个数字都经得起复查。
1，点火。前段推力稳定，轨迹正常。看见没有？星河还是星河，远星刚成功，不代表我们会输。只要按计划走，玄鸟的数据不会差。当前符合模型预期。阀门组件反馈变动加大，备用修正逻辑响应延迟，轨迹开始偏离。解决它，马上解决！新团队人呢？我们需要旧系统底层接口说明，这个变量没有完整注释。老周被你们停权了，旧骨干昨晚也走了。切备用链路，快切啊！别愣着！备用链路响应失败。星河，请立刻给出控制方案。姿态失控，任务失败。星河验证失败，后续订单资格取消，违约评估立即启动。怎么会又这样？明明前半段是正常的。封存全部数据，启动2次责任调查。技术执行是他们负责，新团队方案有问题，责任应该由他们承担。这是赵所要求强行推进的会议记录，阀门波动和备用延迟，我们都提交过说明。周公，欢迎加入远星，这里需要真正懂现场的人。我带来了玄鸟前期风险记录和个人工作日记，后续调查可能用得上。辛苦了。星河的根已经烂了，赵立国到最后一刻想的还是甩锅。他习惯把技术当垫脚石，摔下去只是时间问题。远星的新项目要扩大技术组，周公愿意一起做吗？这一次，我想在一个肯听数据的地方干活。林总，星河的赵所长和陈雪想见您。林峰，我错了，我不该压榨你，不该把你的功劳给陈雪，更不该强行推进。赵所长，你今天来是道歉，还是求我收拾烂摊子？两者都有。星河撑不住了，审查、赔偿、订单全压下来，你愿意出面，还能救一点。林峰，我承认我没能力，我怕丢掉光环，怕别人知道我是靠关系上去的。你再帮我们一次好不好？机会早就给过。天穹7号点火前，老周劝过你们。玄鸟计划启动前，我也开过条件，每一次，你们都选择面子和侥幸。我愿意公开道歉，愿意撤掉陈雪，也愿意付顾问费。只要你肯回头，什么都能谈。每次都要等炸了才想起来技术重要，晚了。那我们怎么办？承担后果，那是你们当初亲手签下的。林总，新项目准备好了。各组就位，开始测试。